题要问梅老师，因为有一些词，我觉得两边用的习惯可能不一样，所以可能特别。好，没关系。因为我到百度查，好像也找不出一个答案，怎么用法大家都有，所以想特别问。可以特别问问梅老师用法。好，今天第一名各位同学大家好，梅老师来了，大家最喜欢的梅老师。大家好。上次有人说要学广东话，怎么才2个人呢？要学广东话的，赶快可以跟梅老师联络，也可以跟理查老师联络。理查老师会告诉你们怎么联络梅老师嘛？好不好？像理查老师是没有学广东话的天分了，已经放弃了，只会走讨。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只会走讨而已，走讨，因为很好记，早头啊，走讨。OK 今天的 Channel V 第一名，恭喜 Channel V 也第一个按赞。你Channel V 最近很认真的对，他的中文学得非常的好。对，我觉得他中文很地道，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对。好，然后 Channel V 说做了一个 Facebook group， 这个 Channel V 你要给老师链接啊，你上次跟你说。对，你要给我们链接，给理查老师链接，然后理查老师给我拉进去。对啊，我们要去留言啊，要去拜访啊，好不好？Channel V 再给我们链接咯。好 ，OK， 还有谁呢？OK， 我看还有谁。Priscilla 说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是7月4号，对不对？对，独立应该加一个纪念日，对，纪念日。对，我觉得我们比较常说的是独立纪念日，对不对对，中国的国庆节是10月1号10月1号好，这个应该我们叫独立纪念日，比较常用的啦独立纪念日。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国庆日国庆日是。对，也叫国庆日，对。对国庆日独立纪念日 Priscilla， 独立纪念日。也可以说把他的这一句话说，今天是庆祝美国独立日。庆祝可以庆祝就是英文的 celebrate celebrate， 今天庆祝美国的独立日那这个当然英文只有 Independence Day 不过我们中文习惯加个纪念日纪念日。好，努力跟梅老师说晚上好，大家很想念梅老师。晚上好，对。好，大家都很想念我们的梅老师一个星期一次。对啊，一个星期一次了好，我们的 Raymu 是 I'm new here， 好，欢迎你新同学好 OK， 欢迎。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就不跟你们一位一位打招呼咯，我们直接上课了打招呼每次都花太多时间了对啊，你们有时候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的话，你们把它 comment。老师要是觉得很有意思，老师会跟你 say hi 跟你 say hi 好 OK， 好的，那梅老师我们就来上课吧。好，今天要教各位的是 New HSK 第2集，那初级词汇 Elementary Vocabulary， 今天教3个词汇就好了好，那我要麻烦一下梅老师，一个词汇帮我们念2次，好吗？好的，第一个草地，草地。好。第2个层，层。好。第3个茶，茶。好，今天这3个词汇说难不难，说简单也有一点点不简单。草地、层，还有茶。好，各位同学，阿能说可以给我梅老师的脸书吗？好，阿能，那可以。对那梅老师，我是私下给阿能还是可以，你也可以在这里给一下他们也行，没关系。好 ，OK， 那我就在这里给大家梅老师的这个在脸书上的名字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想要加梅老师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加梅老师。那梅老师呢，只要你是要学中文或学广东话，梅老师都会跟你联系。那你不要
这个加了梅老师，结果问梅老师一些 personal questions， 那这样不行，一定要学习，对，要以学习为目的才去加梅老师。好，各位同学，这是梅老师的 Facebook 的这个 ID 你可以去加他。那梅老师的那个头像是一朵是花，对不对？是一朵蓝色的蝴蝶兰，蓝色的蝴蝶兰。那你们找这个 May 这个念几？这个姓是哪里？姓是这个姓是很特别的，就是植物的植。真的啊，植啊，是植物的植啊，这个姓很少哎。台湾也有，但是很少，对，很少。台湾也有，台湾也有我们的同胞。这个梅老师是植物的植，是这个植吗？对的，是。你的姓好特别，你的 surname 真的好特别。是梅老师姓这个植是非常非常很少见的姓非常特别的一个姓好，对。那各位同学加了梅老师之后呢，你们要学广东话还是要学中文？再跟梅老师联系。那梅老师的头像是紫色的紫罗兰吗？紫色的蝴蝶兰蓝色的蝴蝶兰，蓝色的蝴蝶兰各位同学，你们看到那个蓝色的蝴蝶兰就是梅老师。我看到有一个人加我了。好，应该是 Channel V 吧？又有一个人加我了。Channel V， 你有加理查老师吗？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啊？我有2个人加我给你们看一下。太好了太棒了。好，各位同学，你们想要跟梅老师学习的话，可以跟他做个联系好，雅正同学是新同学吗？不是 Yazen 我想起来了，你突然用中文让我有点不太习惯。好 ，OK， 好，都加了各位同学，没问题吧？好，那各位同学再跟梅老师做个联系好，那这个我们往下看。第一个词，我们现在先不在这里发短信给我在跟脸书这里，因为我现在要跟理查老师上课我课后我再回复你们不好意思。对，好，不过有玉珠问梅老师一个问题，梅老师你可以回复他吗？我现在就是暂时我没有做直播课，因为我做的直播课是我在中文学校里面的跟一些学生上的课，然后呢，课后我就没有做直播课。如果大家有学习，我总结大家的要求，如果说是要学习广东话的，那我就做一个广东话的直播课。如果大家要一个也是这个中文Mandarin 的直播课呢，那我就再考虑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有很多人希望梅老师看是广东话的还是中文的直播课，如果很多人的话，梅老师就会考虑咯，所以你们赶快加油。对，由于这个 YouTube channel 我也是在这段时间在研究，我看了很多有一些涉及到就是一些版权问题其他的我都在想，因为我们要不就不要做，要不就是做的比较稍微好一点点，同学们容易理解一点。对，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吧，不讲那么多啦，因为我这个问题是那么长时间不好意思。不会，好，OK， 那我们来继续上课喽。有一些同学好久没看到了这个有的同学，这个好像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他。我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你赶快告诉我你的名字同学。你太久没来，不过我都记得你，因为他就是他在缅甸，所以可能有一些状况不方便上来。对忘记他的名字了，你再告诉我。太多人了是吧？我就印象深刻一个宋角，还有对，然后金城，我想起来金城，对，金城之前每天都来，那最近因为缅甸这个国家的状况不好，宋角也是缅甸的朋友，他最近也是有一些状况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吧。好，第一个词汇叫草地，草就是那个 grass， 就是一根一根的草那地就是 ground，
草地就是那个地面上都是草，叫草地啊。grass。对对，没有错。所以这个草地就是那个地上都是草的一片地方哦。那这个我们这个梅老师，我们说草的话是一根草，对不对？一棵草，一棵草，一棵草哦，一棵草，木字旁的一棵草哦。好，一棵，我把它打出来，一棵草，那个棵就是应该跟树的棵是一样的字，对不对？一棵草。对，一棵草。那这个，如果你是草地呢？草地就不是一棵草地了，草地是一片的一片或者是一块也可以，一块草地。一片感觉好像比较大一点。大一点，对，一块草地就是小一点啊，对。好，所以草地的今天先告诉各位草地的 major word， 我们有一片草地。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比较小块的话，你可以说一块草地哦。好，我把一块草地写出来。一片比较感觉比较大片哦。对，就是跟一个大草原一样啊，一个大草原一样。那一块草地就比较小一点啊，比较小啊。那如果只有一棵像这样一棵草，那就一棵草，一棵草，一棵草而已啊。好 ，OK。好，那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句子。好，周超坐在草地上看书啊，这个人名叫周超，他坐在这个草地上，拿着一本书在看。对，没有错。那坐就是 sit， 在什么什么上面就是英文的 on。OK， 在一个地方上面就是 on the grass。好，坐在草地上做什么事情呢？他在看书 ，read a book， 叫看书啊。那这个梅老师，我们可以说读书吗？坐在草地上读书？对，一般我们这样子是说看书，读书是要嘴巴读出声来啊。如果要对，读书比较像，好像你是比较用功的，然后嘴巴会这样会念出来的。对不对？读书，看书好像是比较像是你的爱好，然后比较没有这么。看书是 like reading the book。对，然后你只是 read， 你没有嘴巴念出来。一般各位同学 ，generally 一般来说，看书就是看而已，你没有念。那读书的话呀，你不但看，你还会念。会看会念，你是真的 study， 念出声来，对，你会念出声来这个叫读书。好，那这个全详的句子，梅老师可不可以看一下全详的句子？好，那个公园的草地看起来很漂亮，这个句子就是绿油油的，这个绿绿的，绿油油。对，刚刚梅老师说这个叠词很棒，叫绿油油，就是很绿很绿，很漂亮，很绿。是看上去这个草嫩嫩的啊，好像就是对，早上好像就是早上的时候有一点点露珠在那个草上面沾着，我们叫它绿油油的哈，绿油油的，对，一个形容词，一个形容词。其实绿油油就是很绿很绿很漂亮，绿绿的很漂亮那刚刚这个梅老师说的露珠就是 dew 露珠就是早上那个草上面都一滴一滴的那个水，那个叫little water。Yeah, very little water dew 好的，印度人祈祷的时候是在草地上祈祷吧？我想不是用草地，不是用草地。看你们用什么姿势吧，看用跪的还是用什么方式对，但是他这里是印度人祈祷的时候用草地，把这个用字去掉，或者是说在草地上祈祷。对，没错。全翔，你要说印度人在草地上祈祷，这样子比较正确好，Fernanda， 好久不见了，欢迎你Fernanda 同学欢迎。哇，今天好
好久不见的同学来了，哇，好高兴。好，阿能的句子要麻烦一下梅老师看一下。一只牛在一片草地里吃草，可以吗？这个要修改一下，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个别字要修改。就是一头牛，牛不说只，要说头。对，因为牛比较强壮，比较大只的，比较大只、比较 strong 的要用头。一头牛在一片草地里，我们把这个草地里说成草地上，把这个里改成上，草地上吃草哈，这样子改。对，那阿能要注意哦，是一头牛哦，一头牛。然后刚才我们还有涉及到一个比较就是 special 的，就是这个马我们不说头，也不说只，马我们说一匹马。对，一匹马，这个很特别哦，这个量词啊，大家马字是最特别的。对，因为它不是只，也不是头，我们不说一只马、一头马，我们说一匹马。对，一匹马。那各位同学，这个量词你们一定觉得很困难，那你要常常去用，常常用你才会使用它，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它非常难记。一匹马，一匹马，一匹马。各位同学，你们多读几次，久了你就知道，就会记起来了。对，这个马在中文里面的量词，它是最特别的，它是匹，它不说头。对，匹这个量词啊，用的地方比较少。一匹马，非常的少。一匹布也可以，对不对？对，一匹布，对，这个匹只能够是用在一匹马、一匹布。对，我差点忘记了。对，一匹布就是 like a piece of cloth 哦，一匹布哦。好 ，OK， 好的，大家的句子都好有意思哦。我不喜欢坐在草地，因为有多个文字，我们不用多个，因为有好多，把这个多个改成好字，但是放在多的前面。好多蚊子就可以了，也是可以，因为有很多蚊子就可以了哦。好，很多或者好多都可以。哦，好的，那我们往下看哦。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呢要特别注意，你们有时候到公园的时候，你们会看到这个 sign， 这个 notice， 对不对？Please keep off the grass。请问各位同学，中文要怎么说呢？以后你到中国的时候，你看到的可不是英文哦，你看到的是中文哦。请问中文要怎么说 ？Please keep off the grass。好，各位同学，老师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猜猜看。那我先来读一下这几个词语。好，第一个是第一个不要，不要。第二个草地，对，草地。第三个请，对，请。第四个践踏，践踏。好，践踏这个词比较难。践踏的意思就像是，如果这里有一片草，你就用脚去踩，胡乱踩它叫践踏。你用脚去东踩一下，西踩一下，哦，这个叫践踏。他们好棒哦，很快写出答案了。答对了，你看我们都没有教他们，他们自己就会了。我们太厉害了哈！念一下 Pinker 的句子，对不对？请不要践踏草地。哇，一级棒，太棒了，很厉害哦！对，太厉害了。其他人都答对了。我们看一下 Horn 的句子，要再请梅老师念一遍。请不要践踏草地。对，践踏什么东西要说出来？你要先讲践踏，再讲草地like 就是把它放在名词的前面。所以我们雅正同学，你可能写错了，你不可以说请不要草地践踏。草地它不会践踏东西的哦，它不动的哦。是人去践踏草地，践踏就是像这样，你胡乱就是这个脚在踩的意思。践踏其实就是踩的意思。踩，对，而且要踩很多遍。践踏是踩很多下，
哇呀，不可以这样子哦。对，你这样飘飘东踩一下，西踩一下，这个叫践踏哦，践踏草地。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们去中国的时候，你们看到的可能是这样的句子，请不要践踏草地。你可能没有看，你可能不会看到英文，你会看到请不要践踏草地哦，那你就知道了，千万不要去踩那里的草地哦。哦，好 ，OK， 好的。不过我想跟这个 MH 说，其实不用加逗号，不用加逗号哈。英文会加逗号，对，英文会加逗号，中文这里不会用，直接说就可以了啊，不用加逗号。We don't need。不过可以修改一下。这个请字后面呢加一个感叹号是可以的。哦，请 ，like please， 然后你再说什么事情请。对，有一点是拜托别人不要。对，比较语气比较强一点，就是比较强调，就是请不要。对哦，所以这个践踏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吗？可以，但是比较少，对不对？比较少用。对，非常的少。践踏就是比较正式的、比较 formal 的一点，比较正式的词汇。一般你可能会在文章上看到践踏比较多，像文章上或这种告示上面，一般我们都说踩比较多啦，踩，对，踩比较多哦。好 ，OK， 很棒哦，各位同学。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词汇，下一个词汇第52个词汇是层，层。好，层呢基本上就是 floor， 就是用在 of a building， 用在一个大楼用在一个建筑物的一层一层一层 a floor a floor。那层也是个量词，也是个 major word， 一层也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意思哦。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最常用层就是用在像 building 大楼上面会用。好，那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句子。好，就是这栋大楼有6层。有6层，表示它有6 floors，它有6层楼，1、2、3、4、5、6层6层。好，这栋大楼有6层。那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住的地方有几层楼呢？像理查老师住的大楼有13层楼。理查老师住的大楼很高，对，理查老师住的大楼有13层楼。这个梅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可不可以再加个楼啊？我这里可以再加个楼吗？一般会不会？这栋大楼有6层楼，很少再加，很少加，不过听得懂，对不对？或者是这栋建筑物有6层楼，对，这样可以。因为我知道梅老师你会觉得这个楼跟这个楼好像重复了，对不对？对，有一点这种感觉。不过就是像如果我把大楼改成建筑物，我就可以加个楼，对不对？是可以的。好，那各位同学，其实我们一般都不加啦，一般不用加，没有关系。6层就是 6 floors。各位同学，理查老师住的大楼有13层楼，请问梅老师，你住在大楼里吗？还是住？我不住在大楼里，我住在 house 房子。那请问梅老师的房子有几层楼呢？1层 is floor。就是还有第2层就是only 2。2层楼。梅老师住的房子有2层，或者说2层楼2层或2层0层。0层可以吗？0层就不叫什么。对啊，0层就不是没有这样起来的，对不对？一层一层要这样起来。那 其实 ground floor 我们就说 ground floor 就是一层第1层吧，那个就是1层。ground floor 就是这个没有楼层的房子，英文就是叫做突然间忘记了。
我们这边就讲一楼，其实我们这边就说一楼，一楼就是最底层。不过英国的最底层不是一楼，英文是对，英文变成2楼了，英文的 first floor 变成是我们这边讲2楼，对，所以意思不太一样，对啊。哦，但英国的这个房子没有一层一层的楼，就是它只有一个 ground floor， 它叫做bungalow。哦 bungalow。OK， 对啊，所以这个 Yusuke 我们是绝对不会说0层啊 ，We don't say 0 floor， 我们绝对不会这样说的。我们这里，对，我们看不同的地方，我们在台湾就说1楼，一楼就是地面那一楼，我们这边是这样说的啊，地面那一楼啊。Laura， 你捐款啦！哎呀，谢谢，太感动了啊 ！Laura 捐款，谢谢 Laura 同学捐钱 ，Thank you。好 ，Laura 支持我了啊。好，不过 Samuel 的问题我觉得还蛮好的，梅老师你觉得呢？请问大楼跟公寓有什么区别？就是公寓一般就是那个出租出去的那个房子给人家住，叫做公寓。大楼呢，我们可以说办公大楼。对，办公大楼 ，like office building。对 ，office building 的这个，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哈。公寓就是一般。就是在我的概念里面啊，是我自己的概念里面，就是说公寓是出租给别人住的，或者是对这种有很多房间，然后有很多户人家住在那里的，像出租屋这种，但是它有很多层，对，可以叫做公寓。公寓基本上就是英文的 apartment， 那是可以分租出去的，我可以租给 A， 我可以租给 B。这个是公寓，那大楼就不一定了。大楼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它可能像老师说的是办公大楼，也可能是住宅，可能也是住人。对，住宅大楼，对，也有可能是商业大楼。对，商业大楼也有，就是说，比如说在中国，它底下可能是一个超市，很大的超市，可能是。它第1层、第2层、第3层，它都是超市，但是在上面呢，上面最顶的可能它有30层、40层，那上面都是住宅区，都是卖给别人的，卖给人家做房子居住用途的。对，这个大楼。公寓一般来讲是居住用的，是住的。对。一般没有什么 supermarket， 一般是没有的。那大楼可能会有 supermarket， 然后有些 office building 对。好，哇，大家的问题很多哦。九内说楼跟层。老师们，请问楼和层意思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就像刚才有一个同学在那里留言说，3层蛋糕，层它是一个量词。对，它。但是楼它是一个名词，不是量词，所以它是有区别的。不一样，楼就是 like a building， 你可以说一个楼啊。那层它是一个 a layer。好 ，OK， 好的，哇，好的，再一次谢谢 Laura， 因为她刚刚有捐款。在法国说0层啊，真的啊，我们。中文是绝对不能说0层，我从来没有听过0层。中文没有说0层，对。没有哦。好像这个有同学住2层楼，有人住99层楼，好高，好高哦。高处不胜寒了。对呀，佩佩猪呢是住2层楼，那有同学是他是问说有没有4楼？梅老师在我们中国有一些传统，对不对？在对，它是口语上面说几楼，有没有就是说我住几楼，那就是意思就是我住在第几层的意思。对，4楼，我住在4楼，我住在4层。梅老师，我们要怎么说？如果你是住在第4层的话，我要说我住在第4层，还是我住在第4楼？我们要怎么说才是正确？第4楼也可能说
如果说第四楼呢，那就是可能这里一栋楼房，这里一栋楼房，一栋一楼、二楼，第四楼可能是第四栋楼房。4栋楼啊，对，如果你说第四楼，那可能就是给人家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呢，第四楼它就是可能就是排在第四栋楼。但是如果你说第四个 building 对不对？对，但是如果你说的四楼，那可能就是第四层的意思。对，我想 Passy 说的是第4层，他住在4楼。那梅老师，如果我要强调是层，我要说我住在第4层，还是我住在第4层楼，还是都可以？如果你说第四层，那意思还是有点稍微模糊，但是在中国人那里呢，如果你跟真的是在中国大陆里面那些人说，我住在第四楼的我住在第4楼，他会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要更清楚的话，清楚强调的话呢，那就是我住在4层就是第4层楼里面，就是这层楼有几层，我住在第4层。对对对。所以像梅老师说的，如果各位同学你住在4楼，你可以说我住在第4层楼里，这样大家就非常清楚好，OK， 那所以佩佩猪说，我住1层跟我住1楼的意思一样吗？几乎可以说一样，就是不过可能会有不同的意思，因为像刚刚梅老师说的，我住1层的 means you live on the first floor， 你住的是第1层楼，你可以说我住第1层楼，或我住第1层。那我住1楼可能有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 maybe 你住在 the first floor，or maybe you live in the first building， 你可能住在第1栋楼。所以佩佩猪可能会有2种不同的意思，但是层只有一个意思，层就是 the floor，OK， 层就是 the floor，楼比较像 building， 楼比较像 building，Yes， correct，没错，楼比较像 building，当然有时候楼也可以理解为 floor， 不过我们也会觉得它可能是 building， 要看那个 situation 好，层一定是 floor 好的，各位同学，这样听得懂吗？我住在2层。梅老师如果这样说，他的意思够不够清楚？可以，就也已经是非常清楚，对了很清楚，就是我住在第2层楼的意思，对不对？就是，那其实如果你更强调一点，我住在这一栋楼的第2层。对，没错这样我们就不过你说我住在2层，大家其实是懂意思的没有问题好，OK， 了解了好，哇，大家都有非常多的问题。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咯。好，那这个层除了用来说楼之外呢，除了用来说 building 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使用。像如果你说冰是有1层冰，如果是1层冰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字层，就是 layer 的意思如果有结了1层很薄的冰，薄，你们念梅老师你们念薄还是薄？通常会都可以，薄薄的冰或者薄薄的冰都可以。对，我们这里也都可以不过有的地区好像有说一种音不行，可是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都可以。就是我们在我们那边都可以，薄薄的或者薄薄的，对。我们这里也是，你说薄或薄都可以，除了一些特别用法之外，其他都可以。好，1层，各位同学，层就是 layer， 1层冰，1层冰，好，1层冰其实这个地这样1层1层的，有没有看到各位同学？这样1层1层的，这个也是层，对不对？对，这个图片就是很明显，对。1层1层1层，这个就是层。那除了用来说这个地之外，你也可以用这个冰，有没有？这层冰薄薄的1层冰你也可以用层。那还有一种层是妈妈最不喜欢的，就是灰尘，1层灰尘。
看这个桌子，你看这个桌子，梅老师看到就，哎呀，怎么这么脏？原来上面有有一层灰，我们说一层灰。那什么叫灰？就是我们中文的 dust， 有一层 dust，那你就可以说这样东西有一层，一层灰尘，一层灰。那这个梅老师看到一定会赶快拿布去把灰给擦干净，一定会这样的。好 ，a layer of dust， 一层灰。你也可以说一层冰 ，a layer of ice， 一层薄薄的冰 ，a thin layer of ice。好，对，Fernanda 说，对呀，这一层灰需要打扫，打扫太脏了，太脏了，一定要打扫Hello Patient Freak， 你好对，其实玉珠讲的的确了有很多人说对，要在你一般现在在中国那种商业大楼，他们都会说你住在几楼啊？我住3楼，我住4楼，我住5楼啊。五楼可能有两个单元或者3个单元，他会说你住在3楼301几啊？我住在301、302。现在对中国的房子可以分这样子了。因为现在玉珠现在现代化了，对不对？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楼房，所以这个楼的意思也越来越多了。它有可能是层的意思，随着时代的变化。因为现在的楼、现在的 building 越来越多样化了，所以这个楼的意思也越来越多了。现在也蛮常用层的意思所以玉珠你说我在3楼等你的确我们会这样说，那就是在 the third floor 等你。第3层楼等你其实是这个意思，没有问题，其实都懂，都可以懂的对，像这个说，我在电梯这个也可以。对，我们先说这个吧。我住在5层105房8楼。你这里说的5层，又说8楼，8楼应该是你第8栋楼。你要中间加一个栋，第8栋楼，然后呢，第5层的105号，一般5层就不叫105房了，通常会说5几房了，505了，可能是。对，这个基本上呢，像这样的句子，到底是5楼还是8楼，我就快搞不清楚了，对不对？对，但是对。应该，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5层505房间，第8栋楼。对，第8栋楼 ，the 8th building， 第8栋楼，这样子比较可以理解好，那刚刚还有电梯，对丽娜说的很好。在电梯上，我听到1楼到了，5楼到了，等等，对。一般你按数字我要上到5楼，那我就按 number 5，就是5的对。其实，在台湾楼真的还蛮常用，我们比较少说层，层比较正式的说，这栋大楼有3层，这个可以。对，一般说等别人说我在4楼等你，我在6楼等你，按电梯也是8楼到了，10楼到了。在台湾楼是非常常用的，层反而没有那么常用层反而没有那么常用好，好可爱，各位同学的哇！我听说香港一层一层的雪，对，一层一层的雪是可以的，可以一层一层一层的雪可以。那刚刚有同学说一层一层的云可以吗？一层云。对，一层云是可以的对可以。所以各位同学，层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一层冰，一层灰，一层云，还有一层一层的雪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好，比如说刚才有一个同学说蛋糕有一层一层，蛋糕底下是一层蛋糕，中间是一层奶油，在中间再有一层水果，在中间再有一层蛋糕，上面还有一层奶油，对，一层一层一层。那我们如果蛋糕很大，比如说这个蛋糕有3层，很大的蛋糕也可以。
一层一层的蛋糕很好。那有一种蛋糕叫千层蛋糕哦，对，比如说这个榴莲千层对，芒果千层，对，现在就是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就是做出不同口味的蛋糕。为了健康，他们不想吃太多的奶油，他就做一些千层薄饼、薄饼，就是薄饼做成一层一层。好，对，三明治有三层，三明治有3层，香菜当然哦，因为它叫三明治啊，3层。对，还有月台层，梅老师你们会这样说吗？月台层，月台好像是，我们很少这样说。我们就讲月台吧，对不对？月台，我们这里会讲月台，就是火车的那个台叫月台啊，站台，站台火车的站台，你们叫站台，我们这边叫月台可以，但是我们不说月台层，我们不说月台层 ，OK， 好，多层三明治也有了哦。好，Junaid 的这个问题，梅老师可不可以回答一下？你住在几号楼和你住在几层，这2个对吗？这2个句子是对的，没有什么问题。对，都是问人家你住几号楼啊？然后住在几号楼，住在第几层？对。你住在几号楼可以，你住在第几层也可以。那一般我们这边会讲你住几楼，比较简单的问法，你住几楼就可以了哦。你可以问李超老师，请问你住几楼？或你住第几层？都可以好，衣服一层一层的衣服，衣服好像比较少用层吧，对不对？对。一般我们说几件衣服，几件衣服3层裙子。对，这个裙子可以说一层一层的裙子，因为女生的衣服裙子都好几层，对不对？有些衣服，尤其像这个婚纱就有好几层。对，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说一件来一件，那个是用件。但是如果你说那个像女生的婚纱 wedding dress， 那穿的就好几层，那是真的。哇，好几层，好厚那种会这样会说好，哇，太棒了！我们再往下看好，再来第53个词汇叫茶。茶是一个动词茶有很多意思。茶的话可能有检查，对不对？查询不过我们今天只学茶这个字就可以了好，那要麻烦一下梅老师，我们念一下句子。好的，请别挂断电话，我查一下。好，请别挂断。挂断就是那个电话你把它挂掉这叫挂断请别挂断电话。那其实你也可以说请别挂断就好了请别挂断你电话拿着，你不要挂断。那我查一下，那可能梅老师这个状况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一般就是在通话当中，然后比如说就是你要预约一个东西看病，或者是就是你之前预约了然后或者是你要预约下一次的一个时间看医生，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就是你有预约，然后你打电话到这个公司或者医生这里，然后呢，他们不知道你预约了什么时间，他会说你等一下，别挂断，我帮你查一下。这个他可能在电脑上查一下你的预约，对不对？那他怕你挂断，他就说请别挂断请别挂断，我查一下，他就会查一下你有没有预约预约的一些信息好，所以查一下就是 have a check 你的 information。check 一下你有没有预约好 ，check 一下你的名字，这个叫查一下，查就是 check 的意思check 查一下。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有打电话预约，不管你要预约医生、预约位置，
打过去的时候，人家都要先查一下你的名字，查一下你的号码这个叫查 ，have a check，have a check。好的，对，没错，先不要挂断可以加个先不要挂断，我查一下，先不要挂断，我查一下。好，丽娜的句子很有意思，医生检查病人，对，帮病人做检查。对，这个检查有一点是像检查身体，检查你的 body， 检查你的身体对，你可以说调查 ，investigate， 调查比较像警察啦，在调查一个案件，这个叫调查。那检查比较像医生检查你的身体或者是你要检查，对健康检查之类的。好，理查老师的查。好，不过这个梅老师，我觉得玉珠的句子蛮有意思的。好，我来读一下。你帮我查一下，明天有没有人跟我约会，这样可以吗？对，一般这个大公司的老板呢，就是他的议程安排的很满，然后呢，他会记不住，他会告诉他的秘书，他说，就是帮我查一下，我明天有约会吗？我明天会跟哪一个公司的老板有约会啊？对，或者说，我明天有没有要几点开会呢？秘书就是 secretary， 老板需要一个秘书帮他记事情，不然老板太忙了，他会忘记他就会跟秘书说，秘书你帮我查一下，明天有没有人跟我约会？明天有没有会议呢？这样子就可以了好，还有谁呢？有一个句子可能我们要帮他改一下。这个有一个人，一个去年，对，这个句子是不行的。这个比如说去年死了一个人，还没有调查到结果还没有调查到结果，这个不能说一个去年人死了，这里这个句子已经错了。没错。这个白马同学，你可以说去年有一个人死了，或去年，对，就是去年有一个人死了。可是对白马，你不能说去年有。说这一个人去年已经死了，但是现在还没有调查出来结果。对，没错那这个去年有一个人死了，或可以说有一个人去年死了，还没有调查出结果，请帮帮我。一般这个可能是就是警察那边还没有调查出来，对，侦探或警察啦好，Habib 说查字典可以这个词很棒。对，这个就是必须要查字典，不会查的，不会的就要查字典。对，你不会的汉字你要怎么样？你要自己去 look it up， 去查字典，好，我得查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在词典。好，这个就有点问题。这个很好，对，或者他这个句子也可以，就是说可以查一下我之前的病历吗？这个句子可以好 ，patient free， 你这个句子可以说我得在词典上查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吧？对，我们会先说在词典上。我要查一下这个词，不是得查一下，我要查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在词典里。好 ，OK， 我完了，我的考试我要查一遍。就是说，你应该说我写完了。对，我写完了，没错。好，我写完了考试卷，我写完了我的考试卷，然后我要查一遍，或者是我要检查一遍。这里比较这个刚检，我们这里比较会常说检查了 ，like you check your test paper， 不是调查，这个不是调查，一定要检查 ，you check。It's not investigate. It's like you check. 你要检查你的考试卷好 ，OK。
哇，这个太多人了，我们没有办法都看了啊。好，对对对，哎，这个他一直在问这个，对不起，你挡住了。当你注 HSK1，这个 Horn 同学，你是什么意思？我们真的我看不懂。他问了很多遍，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个 Horn 同学，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不可以可能要说清楚一点。当你注 HSK1，这个 I don't really， 我不太了解这个意思。还是对不起，什么时候你要上 HSK 的 One，第一集，或者是这样问，是不是？哦，我什么时候要上 HSK1 吗？当我注 Okay, so Horn, I don't really get you. So yeah, you can like sorry. English. You can translate your sentence into English, and we can answer your question. Okay. 好，查你的邮件哦。对，非常棒，棒。你也可以说检查你的邮件或查你的邮件都可以。好 ，OK， 好的，没问题。好，这个全翔的句子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我手机没电了，请问你可以查一下这个酒店的地址吗？加一个酒店地址，加一个的，好一点点。酒店的地址啊，好，我手机没电了，请问你可以查一下这个酒店的地址吗？这个句子应该是还好，没有什么问题哦。好。老师妹妹的行为有一点奇怪，我们要查一下。这个要查一下，要查一下为什么妹妹的行为这么奇怪啊？这个有一点，你这个句子就很奇怪啦，也是可以。好 ，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了啊。好，那这个梅老师，我们有时候说我查查看，或查看看，或查一查。这些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吗？这些词的意思？查查看，我们通常会用，查看看就很少用，对不对？我们说查查看，查看看，对，我觉得很少。虽然懂那个意思啦，意思很像哦。那查一查，查一查经常用到。对，查一查。哎，这个地址这个 address， 这个地址我查一查这个字，对，就像这个同学传祥说的，我忘记钱包在哪里放了，应该是放在哪里了，好，可能好一点，请你查一查你的房间，可能是住在那个旅店里面。对全祥你要说我忘记钱包放在哪了，请你查一查。或请你查查看也可以，其实查一查跟查查看的意思有点像了OK， 好，这文件请你查一查，这个文件请你查一查。好，对，应该加个个字，对，加个个会好一点。这个文件请你查一查，这个文件请你查查看都可以查看看情况，查看看情况，查一查。我们很少用到查看看。一般都是查一查看情况，查一查看情况，或者是查查看情况。对，我们比较少说查看看，好奇怪哦，查看看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好 ，OK 果然他的意思就是梅老师说的 ，When do you go live to teach about？ 他问我们什么时候教 HSK1？ 这个 Horn 我们这个。不一定我们其实教完 HSK 7到9之后，就会教 HSK1 So Horn, the times is not really sure. I'm not really sure about the time. Okay, so you need to follow my live streaming and to make sure when do I teach HSK1. Okay. 好 ，OK， 没问题好 ，OK， 查查看。查一查，就像如果你有不会的字，你就要像这个人一样查一查字典，查查看字典。那如果呢，你也可能会像这样去查，这个到底是 yes 还是 no 呢？我查查看，我查一查，也可以这样子说。那有时候你是像这样的，有人打电话给你，我的预约呢？
那你要去查一查，查看这个预约的人的名字或他的号码，这个也是属或者于查是他看。的这个 booking time 的时间。对哦，时间或你的名字是什么，他都要帮你查看或查一查哦。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不要说我帮你查，梅老师，我们如果只有说查，会不会比较直接一点？我帮你查，跟我帮你查看，我帮你查一查。一般我们口语化一点说的时候呢，就是我帮你查一下，或者是我帮你查一查，对，查一下，对，查一下也可以查一下也很常用啊。我帮你对，查一下，各位同学，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下或查一查，那个都会让你的语气比较 OK 一点，比较 soft 一点。你如果说查，这个听起来比较 straightforward。你如果说我帮你查一查，我帮你查一下，那 tone is softer， 那个语气会比较 soft 会比较礼貌一点，比较 polite 一点我有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梅老师我有一个，就是可以说这样子，我有一个问题不懂的时候，对，我用 Google 查一查，对，就或者是不懂的时候，对，我或不懂，者是有疑问，我有一个问题有不懂或者有疑问的时候，我对一个问题有疑问也可以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你这个句子再加我有一个问题不懂的时候，就加一个不懂。which means I don't understand. OK，如果我遇到不懂的问题时，我会用 Google 查一查之类的。好，OK，阿能的这个句子很好玩。好，来念一下。我查一查也查不到，所以我觉得理查老师的妹妹根本没有什么呢？就是不是说不可以，但是理查老师的妹妹根本没有什么，根本没有来，或者根本没有去。OK，对，我查一你这样查也查不到。这个句子我觉得我会讲成我怎么查也查不到。对，这个阿能，我觉得前面的句子我们会说我怎么查也查不到，所以我觉得理查老师的妹妹根本没有来上课，或根本没有怎么样，你要说清楚。对，或者说你要前一部分，我查一查也查不到这个字在字典里面根本没有，也可以，就是这样子。我查不到这个字，对，我怎么查都查不到这个字对，但是呢，理查老师的妹妹，你可能就是你在这个对话框里面你没有查到。理查老师妹妹根本没有来，这样子哈。为什么对我的妹妹这么有兴趣呢？理查老师有一个漂亮的妹妹，是不是？很丑。她会很伤心的。查老师的妹妹很丑，是个丑八怪。理查老师的妹妹不在家。可以啊，理查老师的妹妹不在家好，我做噩梦的时候会看到老师的妹妹。为什么呢？太丑了，真的很丑OK， 好，那各位同学不要再讨论我的妹妹了，我们来考试吧。每次讨论我的妹妹，那你们到底有没有把课听进去呢？我们来做考试好，第一题，好，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玛丽躺在空格上睡着了。好，躺就是像这个女生她躺着躺着，那睡着了表示你就这样睡着了，睡着了表示你真的睡了，你已经睡着了OK， 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答案有曾、草地还有茶，这题很简单，应该都会选对，对不对？好简单
草地，全部都选草地。好，玛丽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好，那各位同学，这里特别提醒你们，草地要用上，你们不要说在草地里，你们要说在草地上。睡在草地里就惨了。对，睡在草地里，你是在草的里面，那个地里面哦，不可以的哦。草地上睡觉，不是草地里。好 ，OK， 草地很简单。对啊，你如果在草地里，你就在泥土里面了 ，underground， 对，就 underground。好的，我们看第二题。好，刷屏对 ，Channel V 好好笑，因为大家都会答草地刷屏对，大家是刷屏对。好，我们看第二题。那我们要麻烦一下我们的梅老师。好，首先是这个书桌上有一什么灰尘？好，灰可以说灰，也可以说灰尘。好，灰尘就是 dust 你可以说灰就可以了。灰。好，灰其实本来是一种颜色，就是那个 gray， 但是因为这个灰尘就是灰色的。所以我们就这个灰的意思在这里是个 dust 的意思是 dust。书桌，你读书的地方书桌你在书桌上读书，书桌上有一层是层，书桌上有一什么灰草地层还是草？李长宇老师说多了，每一次都会把答案说出来，都这样子把答案讲出来，伤脑筋。哎呀，好，小伙子的句子。好，那梅老师你就把正确答案念出来吧。好吧，它就是这个了哈。书桌上有一层灰尘。对，灰尘。那各位同学，层就是我们的 layer， 一层东西 layer。好，很好，答对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吧。好，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好，如果有不会的汉字，你可以去空格，对，词典。好的，词典。梅老师，你们那边会不会说字典？有我们在大陆这边呢，词典跟字典是不同的一个概念，不同的一个概念。词典是比较，词典就是有词语的，也有字的，也有成语的。这个我们会说对比较丰富一点的词典比如说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一本书叫做《辞海》。辞海有，辞海对有。对。所以词典一般是比较内容比较丰富，有词语有成语，当然也有字的，比较大本比较丰富的。字典就是比较就是针对于一个字的解释，然后里面它会用一些词语来解释这一个字。对，没错。对，在字典像一般我们中国大陆有一本就是新华字典，我们叫新华字典。对，那其实这个字典是一般来说比较少一点，或我们基本上字典可以说是其他语言的话，我们应该一般会用字典吧，英文字典。我们一般不会说英文词典会吗？英文词典也有，如果说它是词典，就是词语的词吧。对，词语的词，词语的词，不是这个词，对。但是这个词呢，就是对词典，对词典。但是如果说你说如果有不会的汉字，你可以去查字典，应该改成字典，因为你说是查汉字，对。对，那如果你要查，如果你有不会的词汇或词语。你可以，或者你有不会的成语，你可以去查词典，对不对？对，它成语现在也特别有一些是成语词典，对，还有一本叫做，除了一本叫新华字典，还有一本就是比较老一点的包括很多字的那一本叫做康熙字典。对，哇，那个是非常老的一个词典了对，但是里面的汉字很多。对，各位同学，其实呢，
一般来说，字典蛮常用的，我们就说字典 dictionary 哦。那如果是词我可以典，拿一下。各位同学，其实呢，如果你要说字典、词典有什么不一样，字典像老师这个写的是什么？各位同学，你看哦，像理查老师这个拿的是英汉词典，这个我们就写的是词典，那其实都可以啦。我们这个我这一本呢，就是叫做你看，对，词典、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词组词、造句、多音多义字词典。那像我这个是很多，我这是英汉词典词典那其实一般来说就是这个东西啦。各位同学，你不用太去计较它，就是一个工具书。对，它就是个 dictionary， 你不用太去说到底什么是字典，到底什么是词典，不要太纠结，对，你不用太纠结它。You don't need to care about that too much. Actually, this kind of stuff 就是字典或词典 whatever 字典或词典都可以你看这个甚至有英文的，我们也叫词典了。对，英文的也有，对，都可以。反正 dictionary 你可以说字典，你也可以说词典 ，it's okay， 都听得懂都听得懂。好 ，OK， 那这个要再麻烦梅老师念一遍。好，如果有不会的汉字，你可以去什么字典？字典。好，各位同学，这题很简单了晨、草地还是茶？像这个字，如果你不会，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应该去怎么样字典呢？好，我们看一下。词典不等于字典。对，其实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平常说的时候不用那么纠结，因为字典是 focus 在那个字上面的解释，词典是 focus 在 like vocabulary or like term 词汇上面的好 ，OK， 茶，大家都写茶了好，查字典，对，没有错，查字典、查词典都可以。好，看字典，我们一般不会说看字典嘛好的，那各位同学，这题答案就是查咯，查字典查字典。哇，没有想到。有不会的汉字，你可以去查字典。对这个就是字典，这个是词典了字典就是也有。其实我觉得各位同学你们不用那么纠结，就是这个东西你讲字典、词典都 OK 了好的。那么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请梅老师把我们今天的3个词汇念给大家听第一个是层，第二个是草地，好，茶。好 ，OK， 太棒了。好，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任务了好，那各位同学，这个不管是字典或词典，你如果有不会的汉字，你除了要问老师之外，你也可以自己去查字典可以去自己查字典自己去学习也不错好，等一下 ，Teacher, if you can let us take a look at that dictionary， 这个吗？Fernanda， 你是说我的还是说婷老师的？婷老师的书婷老师你把书也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我这一本比较难一点，我可以拿一本新华字典上来，你们稍微等我10 second，OK？是梅老师可能 Fernanda 就是要看上面的字，他就是要看你那个字典上面的字。但是这个对他们来说呢，可能很难。同义字是同义词 synonym 对。好，没关系，让他们看一下就好了。好，各位同学，这是繁体字。如果他要问那个字典呢，我有一本新华字典在我的楼下，不在这里。好。如果他要看的话呢，要买的话，他可以找。还是我这一本
梅老师，你要去拿一下吗？好，那我去拿一下吧哈，大家等我，不好意思等我一下，没关系。好，那这个各位同学，其实呢，你说词典跟字典都是可以的了。好，想看里面啊，这个 Fernanda， 你想看 inside or outside？ 这个像老师的这个是老师的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词典。这是我们的词典。Open it，OK， 好，来，就是这样子。好，OK， 来，我懂意思了 ，Fernanda。OK，so you can take a look。好，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在台湾我们的词典就是长这样子啊，有看到吗？词典里面还有一些 pictures， 对不对？词典好，可以吗 ？Fernanda 有看到对，这个是我们的词典这边还有那个 like this。Fernanda， 你喜欢词典吗？你来台湾，老师送你词典呢，好不好？你看这就是词典，中文阿拉伯字典有的，Juma 有 ，we have like a Chinese Arabic dictionary。Yeah, we do have. OK， 中文词典你们没有看过啊 ？Really？ 你们没有看过中文词典啊？那老师再拿一本，等老师一下啊。这个也是词典，这个是国语活用词典国语活用词典好，你可以看看里面里面就是这样这样子。我很抱歉，这本新华字典呢，我的小孩拿出去了，拿走了没有关系，因为他拿出去了。因为我学生们从来没有看过我们的，很少看过我们的，对，所以这个也是国语，对，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对然后里面呢，可以呢，你们想要那我稍后他回来了，我拍照发给理查老师。也可以。不然就下次好了，下次给大家看。对，下次像这个就是我们词典里面会有字也会有词语会有词语这些东西。对，我这一个也是，它是主要是解释一些那个 antonym 跟对，它这个我这个比较难一点，稍微要难一点好，哇，没想到学生对词典这么有兴趣。因为这些工具书可以帮到他们学习，对，因为这个其实词典跟字典，这个梅老师其实字典跟词典，我们其实中文的字典词典我们已经很普遍了，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很 surprise， 但是学生们可能很少接触过中文的词典对，如果要想学这个中文更深刻一点，就是理解的更多一点呢。就是准备一本字典，首先准备一本字典，然后用的多了再准备一本词典。而且我们查中文字的方式就是像这样，你要去学部首 the radical， 你要是学 radical 部首就是 radical， 你看你要用这些部首去查你的字radical 这个就是理查老师这一本就是跟新华字典差不多，对那你看这个都是 radical， 这个都是部首，你看词典的第一页就是 radical， 你要学会 radical你才会查字典好 OK， 哇，大家这么喜欢，我真的很惊讶因为这个东西是 very common 很普遍的东西，我们每天都接触的东西。我们学中文，像我们就是会就是首先在1年级学习这个拼音笔画，对，然后学查字典怎么样查，还要查字典用部首。那其实，在台湾我们是用注音符号，我们没有学拼音，我们是用注音符号，像这种。OK， 这个是注音符号。
注音符号 ，OK，在中国大陆就是学习这个拼音，有拼音查字典、拼音查法，还有一个偏旁部首的查法。梅老师在你们那边的字典是会有拼音查法的，会有拼音的查法，有拼音查法，有偏旁部首的查法。可能他们对这个偏旁部首呢，可能不知道。他们学习的时候，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查部首比较难查这个部首，因为你要学习部首不容易这个中文的部首对，因为这不容易。我没看过中文词典，我只有一个在线词典，在线词典就是在电脑佩租的在线词典是在电脑上。各位同学，你们来台湾找老师，老师送你们一本字典你们来台湾玩的时候，跟理查老师说，理查老师买一本字典送你们，因为你们很喜欢，对不对？因为字典其实在我们这边很便宜的字典在我们这里很便宜。对，好像比如我这个就是30人民币吧，29块8毛，那很便宜人民币很便宜。我这本字典大概以人民币算的话，大概100块吧，100块人民币吧。这不意外，因为你这个词典就是用途更要大一点点。好 ，OK， 好的，好的，各位同学，那这个下次你们来台湾的话，老师送你们一本字典因为你们这么喜欢，对不对？没问题的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吧。特别谢谢我们的梅老师，哇，今天大家真的好喜欢OK， 我要跟理查老师请一个假。是下礼拜天吗？对，下个礼拜是我先生的生日没问题。然后他的弟弟妹妹们都过来，所以我不能上课。很抱歉大家同学们。好，很可惜，不过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你先生生日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关系的梅老师如果有状况跟我讲，同学们对，因为是他们家人都过来了，而且就是这个lockdown 以后就是封城以后，然后他们兄弟姐妹还有父母都聚在一起。可能就是如果我要在这里上课，可能不太方便，对于他们来说。对，不要，对，好，那没问题，这样我知道了。好，谢谢梅老师好，那这样的话，各位同学喜欢梅老师，对不对？那如果你想学习中文的话，可以跟他联系或广东话好 ，OK， 那这个梅老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咯。要跟你说走讨。对不对？早唞，晚安。晚安好 ，OK， 太棒了，好，那梅老师，我们下。不好意思，搞蛋一下，有好多不同的学生应该买好多字典。那没有关系阿能说的，没关系，跟阿能我跟你讲，几个学生来我就送你们几本。10个学生来，我就送你们10本，真的，10本也不是很多钱哈。真的，你们只要来台湾，然后你们喜欢字典，我就送你们字典，因为你们喜欢嘛。而且是对一个学生来说，老师送给学生的最好礼物啦。最好的礼物 ，the best gift。好 ，OK， 谢谢梅老师喽，我们下次再见喽。好，拜拜。拜。好，那各位同学，再跟你们讲来台湾送字典，那个如果你喜欢梅老师的教法，你喜欢梅老师的话，欢迎你们跟梅老师做联系。那你要学习中文或学习广东话，梅老师都会教得很好所以你们可以跟他做联系。那这个我不晓得你们这么喜欢字典呢，太好了那有机会呢，再让你们多看看不同的字典像这个。很漂亮，对不对？这个这是我们的字典，很漂亮好 ，OK， 那我们下次见喽，各位同学，拜拜。